我们下面来介绍一下这个模板的这个缺陷过多就是我们跑材料的时候经常由于缺陷误报导致这个频繁停机影响我们这个检测效率那如何减少这种误报呢？首先呢，我们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第一呢，就是说调整我们这个模板的这个阈值啊，就是说把我们这个模板的阈值呢调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啊，因为这个阈值呢，面积和对比度呢，各个厂的标准不一样一般情况下都是在0.5到2.5之间各个厂的这个质量标准不一样，所以第一步我们首先确定这个缺陷的合理的阈值这有助于我们这个减少缺陷的这个数量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建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技巧那我们建模的时候就是说要注意到底是哪个地方呢容易误报这个缺陷一旦知道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相应的这个级别比如说这批材料呢磨切边它容易误报，那我们呢可以把这个磨切边呢放在这个级别1里边然后呢内容部分呢放在级别3里面，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这个磨切的这个误报水平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扭曲变形这些原因呢引起的误报。那扭曲和形变呢我们一般呢是通过这个右键学习来进行这个规避的就是把这种系统允许的这种形变呢把它学习进去这样可以这个帮助我们这个减少误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误报就是说会频繁的点这个鼠标右键会出现各种套印不准套印偏差导致的或者是我们这个材料的结构太过于复杂就是说印刷上面有很多工序各个工序之间就是说我们这个产品每张的差异比较大。那这种材料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会加重我们这个右键学习的这个工作量我们可以就是说前面的1卷甚至2卷都需要这个右键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呢，遇到这种不好的材料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设置学习张数，我们把这个学习张数呢稍稍调大一点调到这个100张甚至是更高这个来减少我们这个之后的这个右键学习的这个工作量这是一方面。另外呢，我们把它的这个套音不准的部分我们可以把它降一个级别，就是说我们正常的话呢是级别3再减那有些地方呢，比如说它扭曲形面比较大那我们完全可以画一个级别2就是说呢降低它的这个级别，然后再到这个级别里面去放松它的这个阈值这也是可以的就首先我们需要这个找到这个材料误报比较多的地方，然后在这个模板里面去想办法去调整这是需要一些技巧的除此以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产品呢，就是说为了减少这个停机次数呢，我们这个鼠标是有一些操作的。当我们就运行出缺陷的时候我们可以双击这个标题栏的红色部分这个可以使我们一下可以跳过8张缺陷而且呢，就是说它在不停机状态下我们可以用人眼呢先快速的过滤一遍减少它停机次数。就是说在不停机的状态下，我们是可以保证这个学习还有这个运转是可以这个高效的进行的。那我们一般建议呢，就是说在平剪机上的材料最好是印刷质量高一些的材料。印刷质量低的材料呢平剪机呢反而就是说不如人眼的这个效率所以我们这个最好呢就是说为了发挥这个平剪机的性能，那我们最好选择印刷质量好一点的材料这样它才能保证
以每分钟100米甚至是120米的速度呢在检测啊。另外呢，还有一种叫做大张学习就当频繁的这个误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区域学习指的是这一小块面积的学习，大张学习呢就是说这一整张的学习当然我们这个用大张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材料其他部分没有缺陷否则的话这个是会容易把这些缺陷呢学习到我们这个材料里面去的。一般情况下，我们通过这个阈值调整右键学习区域学习然后这个调整这个模型建模的时候，这个模型的这个检测区域范围因为我们提供了4个级别1、2、3、4，我们可以划定不同的区域呢来分别设不同的阈值呢，来减少这个缺陷误报